Hello 呀，朋友们，今天是生病的小吴，所以声音有点儿糟糕，大家勉强着听。极客 7X 呢，之前咱们静态的时候已经说的非常详细了，但是今天我们拿到的版本和之前的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实用的版本。等会儿去内饰可以说哈，那之前那个特凡尔赛的配置，大家视频自取好不好？说的非常详细。那先说一下颜色，这一次我们看的就挺全了，有棕色，然后这个色儿呢叫科技银，然后上次咱们拍的是蓝色拼银色，我觉得最好看的是那个绿色，相对比较有个性，也比较少见。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那边那台这个。蓝配银色，就上次咱们静态拍的这个颜色，这也是我大概的一个审美哈。它前面这个车灯比之前做的更加的大了，然后里面的灯珠也更丰富了，所以说它呈现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然后这个前脸放在 SUV 上确实会比较的和谐，前备箱会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不大，但是它有。然后咱们说这个前机盖就棒式的，它整体会让这个车头更饱满，然后前面有隆起。这个车呢，其实尺寸并没有特别的大，它的车长是485毫米，轴距是2925毫米，整体开起来其实还是挺灵巧的。如果说你在城市通勤，也会比较的方便。然后上面呢会有个激光雷达，用的是极客现在最新的解决方案，但是整体支架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我认为哈。轮胎呢，我们现在这个是米其林的 PSEV 20寸的，20寸还有马牌的 EC7，当然还有一个如果要小一点的话，19寸也有马牌的 EC7。给大家看个细节啊，刹车盘是 Brembo 的，然后这个卡钳特别的长，而且你看距离这一个，我一只手指都不太塞得进去，所以是不是存在感特别的强？那个绿色的车配亮色的卡钳，就是挺与众不同的。来到侧面，反正还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设计，无边框的后视镜，隐藏式的水切，极客反正全新的设计语言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车门是这样子弹开式的。我插进去，门弹开，里面带了电容。那当然，好像说也有这个，当时咱们静态的时候不是分享了，也有不同的这个开门方式。单层的玻璃，极客一直是这样的。后排隐私玻璃，它是全系800伏的哈。我给它的定位其实是一台家用车为主的，适合城市通勤的 SUV。我叫它超级奶爸车。上次不是咱们说了吗？叫极客 Mix， 不是超级奶爸车，这个才是。但是今天一整个改观，因为早上他带着我们去越野了。越野啊，朋友，那个路虎的这个越野场地全程体验下来40分钟，然后里面反正各种复杂的路况、涉水啊、交叉轴啊、高的坡呀、等等的，它都有。这兄弟还真的扛下来了，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个车它的越野性能也是 OK 的。但是咱就是说，真的不建议大家就是拿这台车去玩越野，就是它的更多的属性是，比如说咱们遇到了一些城市的内涝啊。就需要有一个涉水，我们不用怕它的这个涉水深度。我们今天过的那个水是600，也过没问题，密封性啊等等的，包括电池没问题。但是他们标定的是350到400吧，反正这个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开。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单腔空悬，上下浮动的范围是70，下25，上45。这样的话，如果说抬升到最高，差不多是230毫米的这个离地间隙，通过角前24度，后25度，所以整体的越野表现我觉得是 OK 的。另外就是他们给这个台车特定的去做了一个越野模式的标定，我确实觉得在那个模式下，它的开起来的感觉，包括抬头点头，还有动力输出的稳定持续性和动力输出的最高的扭矩，确实会更强一些。给大家看一下尾部哈，我那天在路上，跟家里人一起，然后看到前面有台车，把这个极客 logo 后面改了个极客下班。就可逗了，我觉得极客这个词大家可以玩得很花，在后面可以搞一个那个，这个是一个岔开的话，贯穿式的尾灯，然后高位的刹车灯。给大家看一下后备箱的空间，这一台车的空间其实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底下呢还有个很深的储物空间，因为有空悬嘛，它有轻松载物。如果说最低的时候，那其实真的还是挺低了，取放行李会比较的方便。高起来。做个加速，是吧？差的还挺多的。好了，我们去
看内饰。内饰呢，我们这一台车是黑色的，那当然也有不同的选择。我今天很惊奇的发现，哇哦，它这个屏幕竟然是可以做流动效果的，就山山水水有云飘过这种感觉，说明整体它的这个芯片的冗余做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前面有 HUD， 车机呢整体渲染的也都还不错。你别看就我这转的这几下哈，有的车我们试了那么多车，有的车它就是转的慢，有的车它就是转的快，然后很丝滑，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自己感受。底下呢会有一些常用的东西的调节，比如悬架啊，包括360等等的。还要说一下，就越野模式的时候，我们全程360打开，真的挺清晰的，看得非常的清楚。底下呢实体按键也保留了，副驾有个手套箱，在这儿按一下就打开了哈。2个50瓦的无线充电 ，C 口的接口在底下也有2个可旋转的杯托。这个呢是双开的一个。就左右都可以打开的这样的一个中央扶手，中央扶手其实还是做的比较大的，就很深，然后往这里面呢又做了一个内凹，然后这又放了一个小东西，所以整体中央扶手的空间是挺大的。那也是为了到时候大家要改装这冰箱使用，就是它这儿到时候可能可以加装冰箱，官方说的哈。这边呢有个小的储物空间，带水晶感觉的氛围灯带，然后这边的拨杆就是反正传统的这一套。OK， 我们去看后排，看后排。这后排呢，今天我们试的是一个中配的版本，上次咱们棚拍那个是顶配的，就是一整个奢华，很离谱。然后底下有带滑轨的，坐垫呢可以往前移，靠背往后移，然后这个老板键一按，副驾往前移，一整个舒躺的状态。然后靠背这儿还有小桌板和娱乐屏，所以整体就是非常的豪华。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是我真心推荐的话，我会推荐这个版本，我觉得更实用，也更经济实惠一些。那它呢也有电调，在这儿，在这个底下有电调，但是你就得找一下，往前往后。那整体靠背的角度，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舒服的。调到最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还算是比较倾斜角度比较大的了。然后看一下空间，前面刚刚是我的驾驶坐姿，腿部是这样，头部还有这么的多，非常非常夸张。上面呢有一个大的天幕，它是带物理的遮阳帘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功能哈，嗨伊娃，打开录音模式。上面的遮阳帘就打开了，然后左边右边就特奢华的这个电动遮阳帘，这个配置就这个东西是真的，我觉得大家需要的。那在这个版本就是没有滑轨的版本，它也给到了，所以我觉得就很棒，真的要点赞。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很多家庭都需要的，比如休息呀，在里面有时候我要换一下衣服啊等等的，小孩这个衣服出汗湿了换衣服等等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使用场景很高。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咱就说这一还暗藏玄机着呢，它底下有2个抽屉，而且这是真抽屉，它不是做了2个盒子，它是带轨道的。还有个2个版本的区别就是，这个面积中央扶手的长度它会更短一点，但是这个皮质做的好厚哦，你看见没有？这个的包裹的感觉，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C 口和 USB 接口2个杯托，带轨道的那天我们拍的版本是这儿有个屏幕的。好了，就这些。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试驾的动态。好嘞，我们分享一下驾驶动态哈。首先呢，我确实没有想到，就一台 SUV 跑山的感觉，它其实有时候悬架和侧倾的这种角度，给我来说，感觉它不像一台 SUV， 因为控制的很好。那说人话呢，就是这台车，你哪怕它跑山高速过弯的时候，它也是支棱在那的，它绝对不会晃悠的，哪怕你开在舒适模式。坏处呢，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舒适性很强，然后
会有一些这个左右上下的这种冗余的浮动的感觉的话，那它可能会离你的这个预期会有点远。但是好处就是你在过一些细碎的路面啊、减速带啊、颠簸的石子路的时候，它的滤震性做的真的非常的好，就很整，就没有什么多余的弹跳。这个时候传递给你的这种质感和支撑性，你会觉得非常的好，就是有高级感。我觉得还是偏这个运动调教的一台车型。那刚才也跟工程师聊了哈，就是他们说这一台车是中国和欧洲的团队去共同去调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球车，它不光在中国卖，它也会去欧洲卖，所以这个中国人开车的习惯和欧洲人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下平衡的。这个就是我觉得看大家的声音吧，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悬架是可以 OTA 的嘛。那工程师在做这个悬架的标定的时候，其实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和选择，最后还是由市场的需求来决定说这一台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所以这一台车，我觉得它更想呈现的是一台我可乘可以，然后也有运动风格的这样的一台车。但是我今天早上在城市路况就比较好的这样的路况下，坐了一下后排，我觉得后排的整体的静谧性和舒适性还是传递的 OK 的。那如果你想要玩一玩这台车，我觉得还是可以带给你一些乐趣的。它目前来看哈是没有做 normal 普通标准啊、运动舒适这些一整个的这个大模块的驾驶模式，但是它给你做的特别的细，你的驾驶偏好你可以完全的进行标定。比如说我开车开的特猛啊，我喜欢用这个运动的这个动力的模式，但我又不喜欢有能量回收，那然后呢，我又喜欢转向稍微轻一点，你就可以完全的自定义能量回收，它也可以调成无的话，我估计就是一整个溜车溜下去就挺舒服的。刚刚咱们说了哈，在这个山路上，我实际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包括刚刚越野的时候，那当然越野有特定标定啊，我觉得这一台车它的俯仰控制的真的还不错，它没有太多的点头抬头，让你会觉得好像有晕车的感觉啊。那侧倾在过弯的时候，确实我觉得控制的很好，这个有一说一，要表扬。那另外就是它的动力呢也有不同的可以选择，它有2驱，那我们这个是4驱的，它的架构和007一样，那电机啊参数啊也一样，它是165和310千瓦，就前后2个电机加起来整体3点几秒的0-100加速。现在电车对于这个来说就非常轻轻松松了。那关于制动哈，它的这个官方的数据是34.9米的这个制动距离啊，但是我开起来实际的感受，我觉得首先就是它刹车的行程是做得很线性的，确实没有说初段一踩咵收住，或者又是初段好像踩不住要很用力才行，没有，它整体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线性的。那好处也是不晕车嘛。另外呢就是它也有 CCD 哈，包括还有牵引力控制系统。其实这个我倒是觉得刚刚在越野的时候感受的会比较的明显，或者大家如果说去冰雪试驾，或者说东北的咱们这个大冬天去开车打滑的时候，牵引力控制系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说一下电池吧，有75度的金砖电池，应该是2.0的，它对应的续航是605公里 COTC， 那还有100度的麒麟电池，对应的续航呢是780公里。我个人会觉得金砖电池是够用的，就 OK 了，而且金砖电池它的是5.5C 的，就快充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会推荐这个版本。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分享。最终其实还是要看大家去试驾，因为每个人对于底盘的喜好会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就想一台家用的，我不要越野，我也不要运动，我觉得很舒服，那你也可以去试一下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哈。就这样，拜拜。